朋友们，早上好！我和本尼依然在西班牙小山村，在这个小山村呢，我们住了3个晚上了，有点像我们的世外桃源，住的有点不想走了。在露营地周围啊，都是鲜花、草地、高大的树木，还有旁边的山峰，环境非常的好。而且啊，露营地呢，它有3个停车位，只有昨天晚上有一辆车子呢在这边过夜。 但是今天一早呢，他们就离开了，所以相当于这3天哈，就是我跟本尼独享这么美好的露营地，真是住得太舒服了。这个小山村呢，海拔是1200米，这个海拔呀，气候非常的好，白天的时候不热，它只有22度，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啊，感觉很舒服。晚上的时候呢是12度。 这个气候呢，睡觉真的是太舒服了，所以我们住的简直就不想走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又给自己安排了活动，想去对面的山头徒步。OK， 本尼把这个天窗打开的，而且我刚才啊叫他把这个警报器打开，他也不愿意，因为他觉得这个地方太安全了，已经完全丧失了警惕性。 因为这个房车的安全工作吧是他的任务，所以呢，我可以发表我的意见，但是呢，他如果坚持不做，那就是由他最后做决定。这个是分工合作吧。现在前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徒步路线，绕着前面的这个山呢转一圈。今天又是一个转山的日子。后面就是我们的房车露营地。 这个右边呢，就是我们来的时候的这个公路。这条公路其实修得挺不错的，但是每天通过这里的车哈，大概不超过10辆车。这个地方哈，就是呢有个显示，就是冬天的时候啊，要带那个防雪链、防滑链绑到这个轮胎上，就说明什么呢？这里冬天的时候哈，这个积雪会比较深。 但是呢，这个季节啊，6月份啊，就是这个山区最美好的季节，比山下面呢要凉爽，更舒服。对，这个地方显示要注意牛。呀，我会小心一点，来了一个西班牙斗牛。这里这个标志啊，就是前面7公里啊。 会是那个野生动物集中的这个地方，开车要注意过马路的这个野生动物。本地在翻译前面的这个标志，什么意思啊？ Da kannst du jagen. Wie heißt jagen? Ja, die Tiere. Hm? Jagen mit Dupf. 啊，这个地方表示哈，这个区域可以那个什么。 狩猎这种野鹿，哦，是吗？ Ja, willst du jetzt da? 不过呢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这个射杀野鹿的哈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是要有狩猎证的，但是也说明哈，当地是可以买这个野鹿肉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住的这个小山村实在是太小了，没有看到野鹿肉卖。已经走了半个小时了。 都没有这个往山顶上走的路，看了一下那个Google地图，前面就是没有这个绕圈子的徒步路，现在必须往右边走。我说往右边的这个坡上去，但是本尼说山顶上是树林，不容易找到路。然后他说往那个前面这个矮树林这个山坡上去，那个山顶上的树啊比较矮，我们可以找得到另外一条路。 啊 ，OK， 好吧，我们走这条路。最后还是决定走本尼选的这一条路。这条路看起来啊，这个没有很深的这个树林，应该可以找得到路。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当地这个农民啊，走的路，这是他们到农场工作的路。 这个山顶的平台上啊，有风吹着，也有这些大树，也有树荫。
可惜的是啊，就是这个地方啊没有坐的地方。我们想找个坐的地方坐下来喝点水。刚刚一路爬山上来还是挺热的，现在是下午快3点钟了，还是有点热。我们现在在山顶上，但是呢要确定我们这个行进的方向。这个地方看起来哪边都没有路，所以说现在要通过那个 Google 地图来寻找方向。本尼的这个手机还有点信号，我的是三星的，一点信号都没有。他是刚在国内买的新手机 ，vivo 这个最新款的，这个信号还挺好的。现在树荫底下，还是先喝一点水吧。继续前进。这个地方不是标准的徒步线路。是我和本尼自己找的路。刚才我们在森林里迷了路以后啊，自己找的这条徒步路线，但是没想到啊，这条路怪石嶙峋的，看起来还挺有意思的。我们就继续沿着这条路走吧。小心点，这个石头，不要站在它的下方。这个石头看起来确实不怎么老啊，从这个石头缝里过来，这就安全了。Aufpassen! Ja. Das ist nicht so fest. Wenn ich aber das石头推下去。呀。本尼说啊，这个地方很像云南的石林。我们几个月前回中国去云南石林旅游过，但是我说啊，这个地方比石林那可是规模小太多了。不过呢，也挺好玩的。我们现在渐渐快到山顶了，远处的村庄啊，就是我们房车露营的地方。发生黑啊！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山的最顶上了。这个后面哈，这个石头就是我们在山脚下看到的那个怪石。在远处的那个村庄啊，就是我们房车驻扎的那个村庄。站在这个小山头上才发现，村边的这个小山包啊，它是一个标准的圆锥形。圆锥的顶点呢，是一个1000年前摩尔人建立的一个碉堡。这个圆锥形会不会是哪个王子啊，哪一个将军的这个坟墓啊？这个也太标准的圆锥形了。周围的山都是很自然的，只有这个圆锥形太奇怪了。我们在房车里啊，一直就看得到山这边的山峰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的徒步目标就是到这个山头上来。现在也就正好了，站在这个最高峰上，也可以远远的看到我们的房车。我们的房车就在村口的边上。目标就是拿来实现的。虽然我们今天中途迷了路，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个目的地，所以呢，现在实现了目标，我们觉得特别满意。现在可以轻松的往回走了。
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山坡上休息一下。今天这个徒步还是挺艰巨的任务。这个地方有非常好的这个视线，前面就看得到这个村庄。这个村子里的公路几乎没有什么汽车。昨天我们走这里也是没有车，今天依然如故。这个路就是我跟本林两个散步的小道，散步大道，是不是很奢侈啊？这么好的路来给我们散步。OK， 这里就到了这个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地方了。我想这个地方的动物肯定比人要多，因为这边人太少了，连人开的车都这么少。哎呀，不过对于我们来说，这个地方是最好的地方，世外桃源。现在写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地方是狩猎区，那也就是说，这地方会有野生动物。哇，这边已经是湿地了。哎，Bernd，这里有一个鹿的骨头，真的是这是鹿角，这是鹿角。呀，1岁、2岁、3岁、4岁、5岁，这个鹿是5岁的鹿。上面这里还有那个骨头什么的，有可能这个是被猎人就是说射杀了以后没有马上死，然后猎人呢也没有找到它，然后这个鹿呢自己在这个地方死掉了，这慢慢的呢就成了一堆骨头了。这个鹿是腿受了伤，你看这个腿被打破了，你看这是一个半截的那个，其他一个是那个那它就不能跑了嘛，就不能生存了嘛。这个是本地的鹿角。哎，Der schon alt, 1, 2, 3, uralt so wie 起码要59个枝丫。哎呀，这个自然保护区这个水草丰美，挺漂亮的，所以它才会有这个野鹿这么大型的这个动物在这里。但是呢，这个也是需要这个猎人就是说要射杀的，要不然太多了的话呢，也破坏这里的生态平衡。在这个自然保护区鹿它是没有天敌的，这里呢可能还有狐狸，还有呢比如说兔子这些野生动物，但是呢它这里没有狼，也没有熊，所以说呢这个鹿就是需要被射杀，这样保持这个地方的这个生态平衡。这个地方是环湖的路线，但呢这里水太多了，你看这里用石头垫高了，小心小心，注意安全。然后这里呢这地方是没有路的。Wie laufen wir？ 说我的。Ja, so dann, genau. 要这样子走路。Also da kann man noch ein bisschen laufen, aber da vorne wird es ganz nass. 这里湖边全是这样的沼泽地，如果你走在草上面要特别小心，说不定会陷下去的嘞。刚才几个西班牙人路过我们的房车，然后我看他们买了这种新鲜的樱桃，就是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，他们就是整只整只的这样摘下来。我想问他们在哪里买的，他们也不懂。然后呢，那个女的跟我说怎么样走路到哪里去买，结果那个男的就是顺手拿了好多樱桃给我吃。简直不敢相信，刚刚村里面的一个人他又走回来拿了这个袋子，一袋子的樱桃给我。
因为刚刚他们是跟了一群人去买的樱桃嘛，他可能是听旁边的那个朋友说了，我想买樱桃，然后又没说清楚，然后他特意走回来，哎呀，给我樱桃，真的是，哎呀，太感动了，哎呀，这些西班牙人怎么这么友好啊？山村的人真的是太淳朴了。现在是早上8点，整个乡村呢非常的安静，感觉哈这边的8点钟啊，相当于在德国早晨的6点。生活习惯上比德国呢要晚2个小时。我现在呢不是去徒步，我现在呢是去找我的手机。昨天徒步的时候呢，我的手机掉了。中途的时候呢，我们在森林里面啊，这个找这个路嘛，然后就用我的这个手机的导航啊、GPS 定位呀，所以呢，时不时的要拿出来用。我就把这个手机啊，就放到那个裤子口袋里面。后面我估计啊，中途吃那个什么水果啊，坐在地上，有可能呢手机掉出来了。还有一个可能性呢是，下午的时候我们休息喝水的时候，又坐下来了一次，有可能那个时候呢手机掉下来了。现在就2个点，这2个点呢，一个点呢是在比较远的山脚下。另外一个点呢是不太远，但是在那个半山腰上。我现在去看。这个早晨的时候啊，小鸟们特别的活跃啊！现在只有10度，跟半夜的时候温度差不多。太阳刚刚升起来，太阳升起来以后呢，温度慢慢就会提升起来。所以我现在还穿了比较厚的衣服。早晨全都是露水耶，这里来的人少啊，这2边全是这种荆棘，哎呦，两边都是，多的人还挺痛的。昨天是穿着夏天的裤子来徒步，就被这些刺儿刺得好痛啊，腿上全是那种红点点。今天就特意穿了很厚的牛仔裤。现在感觉呢，通过这些荆棘呢就好多了。这里像是我们昨天吃水果，第一次吃水果的地方。不过说实在的，也不确定，因为这个周围啊，就是风貌都差不多。但是我去看一下吧，感觉这个距离的话，应该这个位置差不多了。果然我的手机在这儿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，真的是坐在这里的时候落下来的啊！手机找到了，你看手机上面还有露水了。手机昨天晚上在这里躺了一晚上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我的判断还是正确的。这个手机啊，千万不能放到这个裤子这个屁股口袋那里，那里坐的时候啊，就容易掉。哎，我的手机有电呢。昨天我用那个 Google 账号嘛，就是搜索我的手机，看它的位置在哪里，就一直就找不到。看来那个找那个手机还是不靠谱哈。我还以为是因为我的手机没有电了，而且呢，我的手机哈，你看我的手机其实还一直有那个定位的，有那个 GPS 定位，也不靠谱。这个也是就是没找到。我本来想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手机没电了，所以定位不到我的手机。西班牙人呢真的是太热情了，哎呀，真的很喜欢这里。这个不是因为他们昨天送了我樱桃吃我才这么感觉，平常我们在这边旅行了几个月嘛，在平常跟这个西班牙人的接触中哈，就能够感觉得到热情友好是出了名的。但是像昨天那样，他回家以后又专门那个拎到这个樱桃到我露营地来找我，然后把樱桃给我，我就觉得这也是太热情了。还有一个哈，就是说西班牙人的一个特点呢，他们非常的这种放松，不赶时间，
德国人就是最著名的就是喜欢赶时间，就是给人有的时候一种那个压迫感。你像我有一次在超市里面买东西嘛，有2样这个东西没有称重，没有打标签。我的意思说让本地去打价格，我把账付了，因为后面还等着蛮多人的，我就说我先付账。结果那个售货员说，没有关系，等他打了价格过来一起付账。那我说后面等那么多人都不好意思啊。那个人说没关系没关系，其他的人表示也没有关系，一点都不着急。他们这种松弛感就是让我们作为游客也觉得挺放松的。我想那么多人喜欢西班牙也不光是喜欢西班牙的阳光沙滩，也是喜欢这里的人嘛。这个在温暖阳光下生活的人他就感觉就更热情更松弛。现在靠近房车了，我的手机有反应了。昨天用 Google 查找设备把那个设定了，就是说要响铃。看来这个连接距离有限，这边过去就是10几米远，10几米远才能查找手机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的手机掉在家里面，那可以找一下。房车旁边的小山头上，好多羊好壮观了。这边整个山头上全是羊，太壮观了。只听到小羊咩咩叫。你看这个牧羊人都是开汽车过来这个牧羊的，旁边停了一辆小汽车，有2个人。这个羊已经转移阵地到我们这个门口来了，小心我抓一只，今天晚上来烤羊。今天是星期六，这条路上今天就好多骑行的人了。我们在这个小山村住的简直不想走了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我们的回德国之旅。朋友们，下期再见。